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診所的阿修。今天我們來聊一個你每天都會接觸，但可能從來沒仔細想過的事情——我們吃的食物。因為你盤子裡的每一道菜背後都藏着我們平常沒注意到的歷史、文化，甚至是地理的密碼。我們可以從這句很有名的話開始：告訴我你吃什麼，我就能告訴你你是誰。聽起來是不是有點文青？但今天我們不把它當成一句漂亮話，而是把它當成一個我們可以來驗證的假說。也就是說，我們會把每一盤食物都當成一個文化樣本，來看看它到底能透露出多少關於一個人的訊息。好，所以首先我們得先有個概念，食物絕對不只是填飽肚子的燃料而已，它更像是一本寫滿密碼的書，裡面記錄了很多線索，關於歷史的變遷、地理環境，甚至是我們的文化認同。接下來，我們直接來看一個非常有趣的案例。今天的主角叫做匈牙利燉牛肉，也就是 Goulash。這道菜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它明明是匈牙利的國菜，對嗎？但它卻在奧地利的首都維也納，成為那些上流社會舞會結束之後，大家指定要吃的宵夜。這不是很奇怪嗎？這背後的邏輯到底是什麼？好，要解開這個謎題，我們就必須先深入了解維也納這個城市它非常獨特的文化。你會發現，它的飲食習慣其實是有一個很特殊的社交傳統給塑造出來的。關鍵就在這個數字上，450。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它代表維也納每年要舉辦將近450場的正式舞會。你沒聽錯，一年365天，卻有450場舞會，幾乎天天都有精英的社交活動。就是這個根深蒂固的傳統，直接催生了它獨一無二的深夜美食文化。這一切要從西元1815年的維也納會議開始說起。當時拿破崙戰爭剛結束，歐洲各國要重新劃分勢力版圖。主辦的奧地利外交官梅特涅就發現，大家在會議桌上正經八百的談判根本沒進展。但他非常聰明，他改變策略，改用辦派對，用美食來進行協商。結果呢？大家吃飽喝足，氣氛融洽之後，什麼事情都好談了。這個餐桌外交的傳統就這樣流傳下來，慢慢演變成今天整個城市的文化 DNA。好了，有了這些背景知識，現在我們就來正式拆解這道匈牙利燉牛肉。我把它歸納成5個關鍵因素，只要你掌握了這5個分析角度，你幾乎可以解讀所有地方的特色料理。第一個關鍵叫做軍隊的移動。當時匈牙利的第39軍團就駐紮在維也納。你想想這些阿兵哥當然會想念家鄉菜所以他們很自然的就把他們的家鄉菜，也就是燉牛肉，帶進了這個城市。所以你會發現，飲食文化的傳播有時候靠的不是美食家，而是軍隊。第二個關鍵是地理與物流。維也納是一個內陸大都會，它本身沒辦法大規模的養殖牲畜。那在200年前，沒有火車，也沒有冷凍貨櫃的時代，大量的肉品要怎麼供應給這個城市？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靠動物自己走過來。當時也只有牛有足夠的體力，能夠從廣大的匈牙利平原長途跋涉走到維也納。出的腳程太慢，雞更不用說了，所以牛肉就理所當然地成了維也納最主要的蛋白質來源。這還不夠，還有第3個因素把牛肉的地位推得更高，那就是宗教。在2次世界大戰之前，維也納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猶太社群之一，而猶太教的飲食戒律 kosher 是吃牛不吃豬的。你看，這個宗教因素又再一次強化了整個城市對於牛肉的偏好和依賴。這引發了另一個思考，那就是香料。匈牙利燉牛肉那種標誌性的紅色，是來自於大量的紅椒粉。那問題來了，為什麼匈牙利盛產紅椒？這就要講到一點地理知識了。在歷史上，歐洲第2大河多瑙河，它經常改道，結果就留下了許多非常肥沃的泛濫平原。當地的農夫就發現，這些土地拿來種紅椒長得特別好，
於是紅椒就順理成章地成了匈牙利最重要的農產品，也是他們的文化符號之一。最後一個關鍵是職業需求。同一道燉牛肉會因為吃的人是誰而產生不同的版本。比方說，給農夫吃的版本會加入大量的馬鈴薯來增加飽足感；給馬車夫吃的，因為工作很累，口味就要更重，會加入酸黃瓜和香腸。而那些貴族侍女吃的版本呢，分量就會變得特別小巧精緻。這就說明了食物和一個社會的勞動分工其實有非常密切的關係。如果你正在聽，這部分非常值得你筆記。剛剛我們建立的這個分析框架，可不只適用於歐洲的歷史哦，它完全可以直接套用在我們最熟悉的台灣美食上面。我們來做個有趣的對比：匈牙利燉牛肉是軍隊帶進維也納的，對吧？那台灣牛肉麵呢？它的起源地之一就在高雄安港的空軍眷村。當時，許多來自四川的空軍袍澤，他們融合了家鄉的辣味豆瓣醬和台灣本地的食材，才慢慢地演變出我們今天吃到的紅燒牛肉麵。你看，這兩道菜背後的底層邏輯是不是幾乎一模一樣？都是軍隊的遷徙帶來了飲食文化的融合與創新。講到這裡，我們就可以把格局再拉大一點來看。食物不只是一道菜，它其實是一種非常強大的溝通工具。它能夠展現一個人的身份認同、他的意圖，甚至是代表一個國家的形象。這一點在政治上看得最清楚。我們來看看美國總統就職國宴的菜單。甘迺迪，他代表的是東岸的貴族世家，所以他的菜單上就有高級的緬因龍蝦。雷根他出身加州，所以他的菜單就主打加州沙拉和美酒，象徵的是西岸那種自由奔放的氣息。那川普呢？他的菜單上直接寫着最棒的牛排，這完全就是他個人品牌的直接延伸。你看，這背後運作的邏輯，其實跟我們剛剛拆解燉牛肉的框架是相通的。地理位置、身份認同，甚至是總統這個職業的需求，全部都濃縮在這一份菜單裡面，成為一種不用說出口的宣言。我們把剛剛講的重點快速整理一下。從今天開始，你可以試着把餐桌上的每一道菜都看成是一顆能夠解讀過去、洞察現在的水晶球。透過食物這種獨特的語言，你不只可以了解一個人的出生背景、生活方式，甚至能夠窺見他的社會階級和個人歷史。所以，這就回到了我們一開始的問題。下一次吃飯的時候，不妨停下來想一想，你眼前的這盤食物，它到底在說什麼樣的故事？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學會用一套包含軍事、地理、宗教、環境和職業需求的分析框架來解讀食物背後的密碼，而且我們還發現，從歐洲的燉牛肉到台灣的牛肉麵，它們誕生的底層邏輯竟然是如此的相似。請記住，食物是一種語言，學會解讀它，你就能對周遭的世界有更深刻的洞察。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